埃及艳后珍珠耳环，供给埃及人民生活1世纪。我在古代根本就是超级富人，40多岁了，30多岁了，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就很喜欢去看那破铜烂铁，最有 CP 值的某一个大牌用的居然是塑料珠。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前一阵子呢，陈老师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这场聚会上来的都是贵宾，有一些呢，甚至是大家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些伟人的后代，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政商名流。有别于那些充满新贵富豪的聚会，这场聚会呢更加的内敛，却人人都有一本故事书。聚会结束之后呢，陈老师回来和我分享了一件他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场的女士们，她们几乎都没有佩戴有非常明显 logo 的配饰，或者是像钻石这一类攻击性很强的大珠宝。每一个人几乎都戴珍珠。为什么这些顶级贵妇、豪门千金，甚至大家在影视剧里面看到的一些政商名流，最后都会选择珍珠来作为他们的配饰？是因为珍珠比较高级吗？还是因为选对了珍珠可以既低调又显贵气？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没有要聊在聚会上看到的见闻八卦，而是要来聊一聊大家迟早都会爱上的珍珠。拿出我整整1箱的珍珠珠宝盒来和你们分享一下，人造天然珍珠到底怎么分？海水珠和淡水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人造珍珠到底值不值得买？珍珠的尺寸要怎么选？造型要怎么搭配才可以既显气质又不老气？所以今天这条影片呢，就专门送给对珍珠感兴趣却又摸不着头脑的你，让你不花冤枉钱，第一次买珍珠就上手。那我今天分享的珍珠首饰呢，除了是我自己收藏多年的款式之外，大部分都可以在马米娜的官网上买到。我把他们的链接还有折扣码贴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如果你需要的话，记得去看一看哦。当我们说起珍珠的时候，很多人不觉得它像黄金或者钻石一样这么昂贵，因为它好像蛮常见的，有的是人造的，有的是天然的，甚至我们在很多小朋友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珍珠的存在。但是事实上，珍珠做我们人类的饰品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人类最早使用的天然宝石之一。珍珠呢，不需要像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宝石那样要切割或者加工，它从蚌壳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就熠熠生辉，闪闪发光。所以呢，在我的眼里，珍珠是最好呈现大自然独特之处的珠宝。古代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没有珍珠的养殖技术，所以每一颗珍珠都是需要珍珠猎人人工去采摘来的。大家想啊，在古代的时候没有那种潜水的设备，你要潜到海底去找一颗珍珠，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就有一命换一珠这样子的说法。那为了今天这个选题呢，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些文献，看看有没有一些记载提到了当时采珠的危险性。我就找到了这样一句：嘉靖8年，两广巡抚林父上书说，5年采珠之役，死者50余人，而得珠仅80两，天下谓以人易珠，今日恐以人易珠，亦不可得。意思就是，你就算拿人命去换珍珠，也不一定换得到，足以见得当时珍珠有多么的珍贵了。而且不止在古代中国了，放眼整个世界，珍珠都是非常珍贵的存在。像在古印度还有波斯，珍珠是被誉为月亮的眼泪。而在古罗马时代，传说有一个罗马的将军，只要卖掉他妈妈1颗珍珠耳环，就可以换来1次军事远征的费用了。包含大家都知道的埃及艳后，传说她有一对珍珠耳环，非常珍贵，价值可以供给埃及人民生活1世纪。我当时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点好奇，到底是供给一个埃及居民可以生活1世纪，还是所有埃及人民可以生活1世纪？但是不管是一个埃及居民还是所有埃及居民，反正呢，那对珍珠耳环就是堪称价值连城。不过后来呢，埃及艳后把那一对耳环里面的其中1颗，在一次宴会上面把它丢进了醋里面，让它融化掉之后呢，当众喝掉了，把1世纪的生活费变成一杯珍珠粉的饮料，是不是超夸张？所以今天当我拿出这一盘子的时候，古代的那些皇帝、皇后、将军都要流下羡慕的泪水。我在古代根本就是超级富人。好啦，是不是超级富人有待定夺，但我一定是珍珠富人。我是1987年生的，今年2015年37周岁，但是我有的一些珍珠呢，年纪比我还要大，像这一串就已经40多岁了，这颗也已经30多岁了。那我身边的朋友呢，只要想要入手珍珠，都会来问我的意见。买真的珍珠还是假的珍珠？那这里呢，真的珍珠通常就是指天然珍珠，假的珍珠就是人造珍珠了。天然珍珠、人造珍珠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天然珍珠呢，就是字面意思，它就是天然生成的珍珠。每一颗珍珠，如果你细看的话，都多少会有一些生长的纹路，所以它的光泽在光线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一些变化，呈现出来那种美感呢，也会相对的比较有层次。相较起人造的珍珠来讲，天然珍珠的价格都会相对比较高一点点。那天然珠呢，又会分成
成海水珠还有淡水珠。很多人说起海水珍珠的时候，就会说哦，海水珍珠我知道，海水珍珠是野生的，然后天然珍珠是养殖的。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养殖技术非常的发达，海水珍珠也一样有养殖的技术。不过虽然海水珍珠现在有养殖技术，但是过去没有嘛，所以在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一些有趣的小故事里面，那一些价值连城的珍珠都是野生的海水珍珠。相较起淡水来讲，海水的环境还有温度都比较难控制，而且海水珍珠每一个蚌壳产出的时候都只能产出1颗珍珠，产量也会比较低，所以海水珍珠的价格普遍比淡水珍珠的价格要来得高。那淡水珍珠是不是全部都是养殖的呢？事实上，淡水珍珠也有野生的，以前是放在朝廷当贡品的。有一种珍珠叫东珠，那种就是野生的淡水珍珠。相比起海水珍珠从蚌壳里出来就是浑圆的样子，而且是单独1颗，淡水珍珠从蚌壳里出来的样子那就有趣太多了。常常在一个珍珠贝里面就可以跑出来10几颗大小形状甚至颜色都完全不一样的珍珠，像耳朵上这一颗泪滴形状的巴洛克珍珠，还有我手上的这一颗纯圆的珍珠，或者从侧面这样子看，它是扁扁的馒头形状的珍珠，还有这一串刚刚和你们分享过已经40岁的粉粉的珍珠，这些珍珠全部都是淡水珍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种开蚌壳的直播，我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就很喜欢去看那个开蚌壳的直播，就有这种开盲盒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淡水珍珠呢，它生产可控，而且产量稳定，所以它的价格呢比海水珍珠来的便宜不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精致的日常饰品上面用的通常都是淡水珍珠。那相较的海水珍珠呢，会更多的用在一些比较高端的珠宝上面，因为它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嘛。再来说说人造珍珠，说起人造珍珠的时候，大家脑袋里是不是都冒出小朋友玩具上的那种塑胶珍珠？我也拿了一串我女儿的玩具，一眼看起来它也是一条珍珠项链，但是你仔细看，上面就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塑胶涂层在上面，然后玩的久之后呢，那个皮还会掉下来。但其实现在人造珍珠的技术已经非常好了，像我手里这一颗啊，就是人造珍珠。其实不管从光泽还是色彩变化看，都非常的完美。这种人造珍珠呢，它叫做贝珠，它是用天然的贝壳去做的，用打磨的技术去打磨这种天然贝壳的内层，不停的打磨之后呢，生产出来这样圆圆的珠子。这种珠子会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和色彩变化，而且拿在手里的重量也和同等大小的天然珍珠非常的接近。那比起天然珍珠来讲，这样子的贝珠呢，它兼具了天然珍珠的美感，而且因为它不需要开蚌取珠嘛，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样子的贝珠会更环保一些，价格上呢也经济划算很多。而且因为是人造的嘛，所以颜色啊、大小你都可以用做的。像如果这一颗珠子它是天然珍珠的话，它就必须是海水珠，因为只有海水珠才有这样子颜色的黑珍珠。那如果像这样的直径还有亮度来讲的话，这一对耳钉2、3万台币肯定是跑不掉的。但是因为它是人造的，所以不到2000台币就有了。来哦，随堂小测验，在同等大小还有光泽的情况下，下面哪种珍珠的价格最高？1. 海水珠， 2. 淡水珠， 3. 贝珠。像我现在身上佩戴的呢，全部都是人造珍珠，但除非你知道怎么样去鉴别，要不然在社交距离下是很难透过眼睛去鉴定这个珍珠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既然说到鉴别方法呢，我相信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那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小方法。拿起你手边的珍珠，只要把它们靠在一起，然后轻轻的这样子摩擦。如果是天然珍珠的话，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会有一个沙沙的感觉。那如果是人造珍珠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光滑，完全没有阻力。看到这里，大家头上的雾水会不会已经越来越重了？珍珠有这么多种，到底买哪一种好？事实上，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一颗珍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会想要买什么样的珍珠，完全取决于我当下对这一个珍珠饰品的期待，也就是我究竟在想什么。聊到这个呢，就不得聊一聊我的消费观了。好的海水珠虽然有淡水珍珠非常难媲美的强光，但是这一类珍珠呢，通常它的单价也会比较高。像我呢，就真的很喜欢这样一整串的珍珠项链。那珍珠要串成这样子的珍珠项链呢，通常会比找到一颗珍珠会要难的很多。要找到颜色还有大小几乎一致的珍珠，而且呢还要接近纯圆。那这样一整串的珍珠项链呢，价格就会更高。回到我们节目开头和大家聊的那一场聚会，为什么这些背景雄厚的富太太们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她们选择带着珍珠出席呢？因为一串品相完美的珍珠项链背后蕴藏的你的品味还有财富绝对无需多言。但是以我个人来讲，海水珍珠有一套经典的，我在重要的场合会拿出来佩戴。在日常生活中，我非常少为珍珠去花很多钱。虽然我从小都很喜欢珍珠，对这个圆圆的珠宝非常的熟悉，可是呢，因为珍珠它是有机珠宝，你相较起黄金、银、钻石这一类稳定珠宝或者贵金属来讲，它是相对比较娇贵的，在保养上需要花更多的心思，比如说它不能碰焊
汗啊，不能碰水啊，碰完之后要及时擦干呐。我是一个物品实用主义，像首饰这一类东西，我觉得它是因为我而存在的。我不想因为我在使用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担心它会不会划坏，因为毕竟我现在还没有到一颗珍珠变色或者划坏我还完全不心疼的程度。包含像包包也好，鞋子也好，也都一样。我觉得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更好、更便利。如果我要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花非常大的心思去想怎么样保护它们不受伤害，那我觉得对目前的我来讲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当然，如果哪一天我遇到我的真命天子，一眼看中就是它，我好喜欢它，好想拥有它，好想要收藏它，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淡水海水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还是会更多的考量佩戴的 CP 值，选择符合我的生活习惯的饰品。前几天我和我的朋友聊起珍珠的时候，他也问我说：“你会买人造的珍珠吗？”坦白说，日常的佩戴我并不会特别在意我这个珍珠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比起这颗珍珠它到底来自哪里，我更在意的是整一个首饰成品的质感，所以我更多的会去选择半精致珠宝。所谓的半精致珠宝呢，它就是兼顾了平价珠宝的价格，还有精致珠宝的质感的一种中间的选项。那这一类半精致珠宝呢，它在金属的部分都至少是925银或者是8K 金，所以呢，它的价格虽然比平价饰品来的贵一点，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它的金属部分是不会褪色的。我在年纪小一点的时候，也买过非常多的平价首饰。女孩子嘛，出去逛个街，回来就会买一大堆叮叮当当的东西，可是都不用过多久，这一些平价首饰有的就掉钻了，有的掉色了。那些耳环偶尔戴一下，耳朵还会发炎，丢掉可惜，放在那边的又是一大堆破铜烂铁。长远看来，这些钱全部都是丢到垃圾桶里面。所以，如果我可以坐上时光机，回去告诉小时候的我哪一些东西不要买，我觉得那里面一定是包含了平价首饰。其实现在很多精品的 fashion jewelry 系列都会用淡水珍珠或者人造珍珠。前几天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讨论串，大家在吐槽某一个大牌的珍珠系列用的居然是塑料珠。好啦，他们说的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对迪奥的 True Belle 的系列。这个 True Belle 买来到现在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官方说的那个不叫塑料珠了，它叫树脂珠。虽然是树脂珠，但是戴上之后呢，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虽然有一点点掉色。所以我现在挑选饰品呢，就会更加理性一点。我会为了材质还有品牌的理念去买单，但是我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单纯为了品牌去支付过于高昂的价格了。我最近看到一个消费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消费要区分 expensive 和 costly。costly 呢，就是指这个东西本身它就非常费料、非常费工，虽然贵，但它是物有所值的。但是 expensive 呢，单纯就是贵，有点超出原本价值的那个意味了。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啊，要去购买 costly 的东西，而不要为了攀比去买 expensive 的东西。当然了，悦己的东西除外，毕竟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有个朋友在101楼买了一个精品的包包，当他很开心的背着那个包包走出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呢，还没有走到马路对面，那个包包的带子就断了。这就让我想到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的一个笑话：当你看到一个人背的那个精品包包，品质非常好，背了好几年都没有坏，那个包一定是假的。这样真的是对的吗？好啦，请大家理性消费，购买物有所值的东西。那珍珠有这么多造型还有设计，如果真的对珍珠喜欢还有心动的话，要从什么样的款式开始购买起呢？很多人觉得珍珠是婆婆妈妈才会戴的东西，确实珍珠会放大人优雅的那一面，但是只要搭配得当的话，真的可以从小戴到老。那在颜色的选择上呢，我个人最喜欢白色的珍珠，因为它最百搭。如果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串珍珠项链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珍珠项链真的是首选，它是非常经典的珍珠项链的样子了。这样子的珍珠项链呢，不论是你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还是在日常穿着，都非常的适合。我的搭配原则呢就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放大你身上的无限优雅，像搭配这样子的礼服去参加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会让你整一个人看起来熠熠生辉、闪闪发光。那在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当你搭配一些衬衫、T 恤的时候呢，它又会综合你身上的那一些帅气。那这一串珍珠项链呢，就是这一串珍珠项链的一个变体了。它变在哪里呢？它中间加了一个很漂亮的金属的钱币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在整体的设计上会让你觉得比这样子的珍珠项链会更加的年轻一点。珠子本身的直径上也比这样子的珍珠项链会小很多，所以在佩戴上呢就会更加的日常一些。这一串小珍珠项链呢，它是人造的珍珠，有很多人觉得人造珍珠反正价格比较便宜嘛，我就选择那种尺寸特别大的，越大越好。可是呢，这个部分呢就要提到一个小 tips， 在选择珍珠的尺寸的时候，就算你选人造珍珠，尺寸也不要太大，因为太大的珍珠挂成一整串呢，在你脖子上真的会很像沙和尚。当然不好看是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呢是这种大直径的珍珠看
看起来真的会非常的假。这么大而且正圆的珍珠本身就非常的罕见，那串成一整串珍珠项链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出现在市场上的，所以你戴在脖子上看起来就真的非常的奇怪。所以呢，如果你希望珍珠为你的造型加分，就记得在尺寸上要选择得当的。再来呢，我觉得珍珠非常值得入手的就是这样子的耳钉，小小的一颗在耳朵上就可以让整一个造型看起来优雅加分。像选择这样子的耳钉的时候呢，一样有一个小 tip， 我们的耳钉是戴在耳朵上的，所以通常你只能看到正面这一边。在选择珍珠的时候，就可以去选择这样子的馒头珠的形状，扁扁的，这样子的珍珠呢，会比同样直径的正圆的珍珠要来的便宜非常非常多。和大家做一个对比，这2颗珍珠耳钉从正面看几乎是看不出什么差异的，都是圆圆的，对不对？但从侧面看就很明显，这一颗珍珠它是纯圆的，360度纯圆的珍珠，然后这一颗呢就是馒头珠，扁扁的。大家猜它们的价差有多少？这一颗珍珠是这一颗珍珠的价格的5倍，所以大家在选择耳钉的时候，这样子的馒头珠是最有 CP 值的。但是如果有些耳坠，你戴在耳朵上360度都可以看到这一颗珍珠的样子，那我个人觉得纯圆的珍珠会更好看一些。再来呢，就是这一对巴洛克珍珠做的水滴形的耳环，我个人非常喜欢巴洛克珍珠，因为我觉得每一颗巴洛克珍珠它的形状都长得不一样，非常的有惊喜的感觉。像这一颗呢是水滴形的，因为它是坠在耳朵下面的，所以相比起单独一颗钉在耳朵上的耳钉呢，会更有灵动的感觉。大家如果有在翻一些各国皇室的照片，尤其是英国皇室的照片，可以看到这样子水滴形状的耳环非常的常见。那如果大家想要入手一些特殊颜色的珍珠呢，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尝试这样子灰黑色的珍珠，因为黑珍珠本身就是非常特殊的存在，非常台气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泪之女王》，里面红海人的妈妈就有一对这样子的耳环，非常的显气质而且百搭。这一对蝴蝶结的耳环就询问率非常高了，我每一次戴出去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个耳环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它整一个设计呢就完全跳脱大家对于珍珠耳环只有优雅的那种感觉，它的设计呢非常的活泼，上面是一个爱心，然后下面是一个蝴蝶结，然后金色还有珍珠的颜色搭配起来也非常的漂亮。不管是搭配这样子的礼服也好，还是日常穿搭，或者你出去度假的时候搭配衬衫或者 T 恤，它都是可以成为造型的亮点。这一对耳钉我也非常的喜欢，它是一个花朵型的设计，金属的部分呢是玫瑰金的颜色，搭配了珍珠还有钻，整体呢会更加的有设计感。通勤的时候如果戴上一个这样子的耳钉，就会有一种干练里面透露出不经意的精致。再来呢就是这个流苏款，我也非常的喜欢，戴在脸上呢会把整体脸的线条都拉得非常的漂亮，而且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的就会觉得好浪漫哦。那这样子耳环呢，不管是一些礼服的设计还是一些正装的设计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我觉得可以发挥非常多的想象力。像今年时装周春夏的秀场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流苏的耳环是搭着运动服出现的。那关于穿搭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再单独出一集来和大家分享。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希望可以让你对珍珠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